大家好，我是小卓。在深夜的静谧中，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悄然揭示，近年来因熬夜导致的猝死案例激增，其中不乏追梦者、学者与游戏爱好者。他们或背负生活重压，或怀揣求知渴望，亦或沉迷虚拟世界。不觉间，熬夜成了一种无形的枷锁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那灯火阑珊处的身影。梦想的光芒让我在夜色中挣扎前行，以为抓住了时间的尾巴，实则悄然透支了健康的未来。数据不会说谎，据权威研究，长期熬夜者患心血管疾病、抑郁症以及免疫系统疾病的概率显著上升。比如一项针对 IT 从业者的调查显示，超过半数受访者因长期加班熬夜，出现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，有的甚至英年早逝。然而比熬夜更令人敬畏的是那些晨光中的早起者，他们大多数人还在梦乡的时候，已踏上征程，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梦想之路。这些早起的鸟儿不仅避开了夜晚的疲惫与诱惑，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个挑战。他们用行动阐释了一日之计在于晨的真谛。相比之下，熬夜虽勇，却难敌早起者的那份从容与坚韧。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，或许从明天起，做一个早起的人，拥抱更加健康充实的每一天。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，早上这个时间起床比熬夜更可怕。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，您的点赞、支持和评论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喜欢。熬夜的人很可怕。在都市的灯火阑珊处，熬夜这一现代生活的隐形瘟疫悄然侵蚀着无数追梦人的心灵与身体。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作息问题，更是现代人内心焦虑与追求失衡的深刻写照。我的朋友，他便是这庞大群体中的一员。他的故事是无数熬夜者心灵的共鸣。每日当夕阳的余晖被霓虹灯取代，他的身影依旧埋首于堆积如山的工作中。9小时的白昼劳作，换来的不是宁静的夜晚，而是老板微信群中不绝于耳的指令。洗澡、吃饭，这些日常琐事仿佛成了奢侈的享受。待一切尘埃落定，时针已悄然指向了深夜的10点。然真正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它如同被无形的绳索牵引，继续在数字世界中徘徊，直到凌晨3、4点，方可让疲惫的双眼得到休憩。这便是他口中的报复性熬夜，是对白天失去自我时间的一种无声抗议，是对生活重压下的无奈妥协。另一位主角，广告公司年轻的副总监，以月薪3万的光环照进了职场的道路，却也同时背负着沉重的重压与期待。2个月来，他的身体发出了警告，月经不调，黑眼圈成了他无法摆脱的阴影。即便是价值不菲的遮瑕、气垫也难以掩盖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，是公司前台那位同仁的女孩，每天10点入睡，皮肤晶莹剔透，生活简单而满足。前台女孩的幸福秘诀，在于她对生活的低欲望与高满足，而副总监却深陷于自我设定的高标准与现实的落差之中，无法自拔。副总监的故事是无数都市白领的真实写照。他们追求事业的成功，渴望实现自我的价值，但当这些追求遭遇现实的瓶颈，当内心的欲望与现实的能力产生巨大鸿沟时，熬夜变成了他们逃避与自我安慰的方式。熬夜看似是对时间的贪婪掠夺，实则是对内心深处那份无力感与挫败感的逃避与掩盖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不禁要问，熬夜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吗？或许是时候放慢脚步，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需求与外在追求之间的平衡了，学会在忙碌中寻找宁静，在追求中保持平和，让心灵得以真正的休憩与成长。毕竟健康的身体与平和的心态，才是我们追求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石。让我们以更加理性和包容的心态，去拥抱每一个黎明与黄昏，让生命之树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，而非在无尽的夜色中默默枯萎。2. 但其实早起的人更可怕。在晨光初破的温柔里，有一群人，他们以不同于夜猫子的姿态，悄然书写着人生的辉煌篇章。与那些深夜里的孤灯奋斗者相比，他们选择了一种更为坚韧而优雅的方式。早起，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，更是通往成功与健康的秘密通道。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群早起者的世界，感受那份不为人知的可怕力量。晨光中的觉醒者，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，轻轻拂过沉睡的大地，有这样一群人已经悄然起身，迎接新的一天。我的闺蜜，她便是这早起大军中的一员。曾几何时，她也是熬夜大军中的一员，为了梦想与目标，不惜牺牲夜晚的宁静与身体的健康。然而一次偶然的健康危机，让她深刻意识到，真正的成功不应以牺牲健康为代价。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将熬夜的习惯转变为早起，从此她的世界因这一改变而焕然一新。村上春树的晨光仪式，提及早起，不得不提文学巨匠村上春树。他的创作生涯如同他笔下的故事一般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坚持与奇迹。每天清晨4点半，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之时，村上春树已经开始了他的写作之旅。这份无需闹钟的自然醒，是他对文学无尽热爱的最好证明。在静谧的早晨，他能够心无旁骛地沉浸文学的世界，一鼓作气写下数小时，效率远超平日。更让人钦佩的是，写作之余，他还会坚持长跑，用汗水与坚持雕琢出强健的体魄，为创造之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。村上春树的故事，是对早起力量最生动的诠释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功往往源自于对自我极限的不断挑战与超越。巨头们的清晨哲学，在商界的璀璨星空中，同样不乏早起者的身影。苹果 CEO 蒂姆·库克，每天清晨3点45分便已开始工作。他的勤奋与自律，为苹果帝国的持续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而首富王健林的凌晨4点起床，更是让无数网友惊叹不已。原来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成功背后，隐藏着如此惊人的毅力与坚持。三星董事长李健熙、李嘉诚、乔布斯、李彦宏、俞敏洪、潘石屹，这些名字无一不是商界的传奇，而他们共同的特点便是都有着早起的习惯。国外学者长达5年的研究更是惊人的发现，99%的白手起家成功的人士都拥有早起的习惯。这不仅仅是巧合，更是成功法则的深刻体现。早起，开启开挂人生的钥匙。早起为何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？或许它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的安排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。它代表着对生命的珍视与尊重，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。在清晨的宁静中，我们的思绪最为清晰，精力最为充沛，正是规划与执行计划的最佳时期。而长期坚持早起，
更能够培养出不拖延、高效率的好习惯，为我们的生活与事业带来质的飞跃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或许都曾有过熬夜奋斗的经历，但请记得，真正的成功不应以牺牲健康为代价。让我们向那些早起者致敬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通过早起，我们可以拥有更加充实、健康、高效的人生。如果你正感到迷茫与碌碌无为，不妨从明天开始尝试着早起，或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，一个更加接近梦想与成功的自己。记住，一个人对待早晨的态度，往往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。让我们以早起的姿态，迎接每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日子。早起的人身体更健康，在晨曦初露的温柔拥抱中，有一群智者，他们以早起为药，轻轻解锁了通往健康与活力的秘密花园。在这个快节奏、高压力的时代，许多人以年轻为资本，肆意挥霍着夜晚的时光，却忽视了睡眠这一生命之根本的滋养。殊不知，每一次熬夜的狂欢，都是对身体健康的一次无声侵蚀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向早起致敬，向健康靠拢，让每一次清晨的醒来，都成为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。因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追求梦想，享受生活，拥抱未来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点下一个免费的赞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